KO。震撼人心！世界拳坛保持8年连胜的不败女王，今天竟被中国女将在比赛的最后1秒压哨 KO。只见荷兰女拳王当场翻白眼昏死，就连医务人员也吓了一跳。这场比赛击败她的对手也不是一般人，而是中国著名的散打一姐龚艳丽。就连张伟丽见到她也要叫一声前辈，因为龚艳丽是中国女子选手中 KO 数最高的选手，不论是拳击冠军还是搏击天才，在她的面前下场只有2个字 KO。 而今天来挑战的外国女将来头更是不小，此人名叫贝特伦，是荷兰的超级国宝拳王，职业生涯8年至今未尝一败。听闻中国有个龚艳丽也是生涯至今未败，于是赶忙订下机票飞来中国，只为和同样全胜的中国女战神一较高下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左边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龚艳丽，另外一边则是来自荷兰的贝特伦。两位选手啊，目前都是不败金身，没有输过一场比赛。刚开局，两位选手的出手啊，都是又快又狠，想在开局就拿到一些优势。两人打入近身，我们能够看到台下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，在大喊龚艳丽加油。两人互相吸顶，两位选手的打法都是这种很刚猛的打法，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注定了是一场硬拼大战。能看到开局这1分钟不到啊，裁判已经多次叫停比赛了。侧踹，摆拳，对手低扫，换拳，小心，裁判拉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意外的用脑袋撞人的行为，裁判人做出了警告。高扫转身边拳命中龚艳丽，龚艳丽要小心，贝特伦的转身边拳非常的有力啊。这边又是配合吸顶连击打到龚艳丽，龚艳丽高扫侧踹，要稳住，这个时候首先要稳住，躲过对手的边拳，侧踹，高位的侧踹，前手后手，我们能够看到贝特伦现在是越打越上头，已经进入了一种侵略性的状态，把龚艳丽打得到处跑。现在龚艳丽需要找回自己的场子，贝特伦已经拿到擂台中心位了。比赛继续，漂亮，在队友出拳的瞬间，空隙中补上一拳，侧踹，漂亮，转身后蹬腿，又是快速的换拳。能够看到一打入近身，贝特伦就非常喜欢用吸顶来顶人，这种小细节啊也是非常关键的。换腿，那这边比赛第一回合还剩10秒钟，贝特伦开展猛攻了，左右手的重拳狂轰，同时配合吸顶，龚艳丽通过近身的拉扯来化解了这波进攻。能在最后这一波的较量中看出来啊，贝特伦的拳商极高，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趁对手可能放松警惕的时间里，他打出一波猛攻，试图 KO 龚艳丽，但还好龚艳丽的反应非常快啊，没给到机会。在第一回合中能看出来，贝特伦这位选手啊，确实是大有来头，实力非常的强劲。那将来到第2回合，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正面较量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第2回合正式开战，来看一下第2回合开局，贝特伦先发起猛攻，前后手的配合，组合拳打到，两人近身搂抱。我们能看到龚艳丽这场比赛非常喜欢用高位的一个侧踹，这也是在赛前研究过的，因为对手啊非常喜欢在近身进攻的时候用吸顶来消耗对手的体力，
所以说郭彦丽在这场比赛中想要拉扯开跟他的距离，但对手贝特伦一直在近身拉住郭彦丽，进入一个近身的内围缠斗。这是两位选手的打法风格不同。郭彦丽这场比赛属于是解招方，看能不能破掉对手的一个常用套路。这边的话是撞到了一下，裁判也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警告，给到了1分郭彦丽的消极分。好，那这样比赛继续。郭彦丽有点无语啊，其实不是故意的。又是连续的近身顶膝，贝特伦的一贯风格。裁判再次叫停比赛，拉开。两人打得太过于激烈了啊，马上打出擂台了。哎呦，这近身的换拳，重拳换拳，右摆拳打到。我们能听到台下郭彦丽的教练啊一直在指挥，说不要退，打他肚子。教练看出来对手的弱点在肚子了，看一下郭彦丽会不会按照这个战术去执行啊。比赛继续，先打头，还没有进攻腹部，在寻找机会。郭彦丽摆拳命中头部，只瞄着对手头打，感觉脾气也是上来了，不想那么简单的去攻破对手，想要让对手最坚固的防御啊被他打破。侧踢，侧踢换拳，漂亮，前手命中对手头部，同时近身击打腹部。这边是执行到战术了，在对手近身内围的时候，对手一旦打他的膝顶，那郭彦丽这边就可以用击腹来还击，这是教练给出的一个解踢方针。打入近身，这边又搂住了，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台下热情的观众再次大喊起了郭彦丽加油！这场比赛观众的热情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好，那这样今天的顺下马上开始第3回合。好的，观众们，第3回合正式开战，这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了。将在这场比赛之后决出最终的胜者，究竟是能打出 KO， 还是能够以点数获胜，要看郭彦丽这一场比赛最后的时间发挥了。这边是正面撞到了鼻子啊，有点尴尬。郭彦丽好像是用头撞到了对手的鼻子，不小心，可能是有点太着急了啊。那这边赶快处理一下。看下这边，啊，好像是在下潜躲闪的时候啊，正好撞到了。好，比赛继续，来看一下 KO 女王郭彦丽接下来的发挥。在这最后一回合里，真的要发力了。如果再不将对手 KO， 按全场点数来判的话，难度还是蛮大的。对手膝顶，这场比赛裁判的介入真是很多啊，很严格。高扫，漂亮，后手一个直拳，对手膝顶，前手后手，再次膝顶。郭彦丽要保持好这样的机会，高扫踢到，漂亮，转身一腿，又是连招命中。两人近身的缠打，这边可以看到贝特伦也是收到了一波警告啊，因为他有一个孤颈膝顶的行为，这在我们的比赛中是不允许连续出现，你可以偶尔打1次，但你不能连续的孤颈膝顶，这属于违规。换拳，两人的躲闪都很到位，都知道对手要往哪儿打。对手一再点，郭彦丽近身搂住，补了一拳，漂亮，抓住这种小细节。向后拉扯，近身缠打，
两人连续进攻，贝特伦很强势。关键一定要寻找一个好的机会啊！接下来侧踹高位的一个侧踹，又是高扫踢，近身搂住了，先把对手的中位距离给把控住。哎呦，这边是一个转身的神龙摆尾啊，非常的帅气，有邱建良的风范了。先打负，贝特伦又搂住，贝特伦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体力了啊，他在进入近身的时候都不吸顶了，没什么多余体力。管理体力感觉还可以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抓机会，先侧踹，对手搂住又来吸顶，顶了一下，感觉也没什么力气。漂亮，转身边拳压哨 KO， 在第3回的最后1秒啊，打出了这一发转身边拳，正好将对手 KO 打昏死。这真的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比赛，100年难得一见的 KO 方式。如果说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的话，按点数。管理可以说是凶多吉少，但他在最后1秒做到了。这波的表现不愧于 KO 女王这个称号，真的是一场精彩的大战。来看下这波的回放，突然的转身边拳，对手应声倒地啊，身体非常的直，躺得非常的直，睡眠很安详，多机位多角度，直接命中下巴。哎呦，太残暴了！这就是 KO 女王巩艳丽，非常的帅气。这可以说是让巩艳丽的生涯含金量再次拔高了一层。对手可是来自荷兰的8年未败女拳王贝特伦，拿过多项国际大赛的冠军。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很足，大家看完这场比赛也能看出来这场比赛到底有多难打。而巩艳丽做到了，在最后1秒，她完成了比赛的逆转，让我们恭喜她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同时，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帮忙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徐峰，我们下期3再见。